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疗愈堂的老师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吕阳。在别人的故事中觉察自己，才会遇见你真正想要的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作家陆琪。爱情是生活的科学，所以要好好生活，好好恋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不仅仅是最初的新鲜感，更是重复爱同一个人的勇气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爱情是生活的实践，不光要激情四射，还要想想怎么过日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。爱情是忠诚和坚守，还有铭刻在时间中的誓言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们，他们在爱情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？一起来认识一下，请开门，欢迎你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王先生39岁，来自吉林，个体；卢女士40岁，来自河北，个体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们的感情处在什么阶段？我们还没有结婚，5口人生活在一起，我们有各自的孩子，还有他的母亲。你们来这想解决什么问题？我跟他母亲有矛盾，他总向着他母亲，我对他前妻有意见，他胳膊肘往外拐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重视我。他特别霸道，而且脾气越来越大，在家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你最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？他一点都不爷们儿，拿结婚的事总糊弄我，从来不拿我当回事儿。他现在总爱出去喝酒应酬，一点女人样子都没有，我管不了。谁先讲讲呀？一个一个拆解吧，咱们。我跟他妈就是跟他家里边，我们5个人住在一起，有我俩各自的孩子，还有他母亲。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有点小摩擦，我跟他母亲就是因为孩子会产生摩擦。他孩子11岁，我的女儿8岁。我认为2个小孩在一起就是打打闹闹是很正常的事，但是他妈妈认为我们家女孩总是欺负他家男孩，女孩欺负男孩，对，就因为我们家这个小老是欺负他，小的欺负大的，对，因为大的体弱多病，娇生惯养。在我的认为，我就是一个小男孩，柔柔糯糯的，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。你别这么说，人家爸在这儿呢，你注意语言表达的方式啊。跟着玩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次因为抢球，我女儿就可能手重了一些，推一下就把胳膊给摔破了，她就跟奶奶告状了，奶奶然后就给她前妻打过去电话了。给我前妻打电话不对吗？那孩子受伤了，我妈给他亲妈打电话，怎么就不对了？那应该先跟我沟通，或者先跟你沟通。为什么没沟通？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忙着呢。我跟他说过好多次，我说让你姑娘跟他玩的时候吧，你就小心一点，是吧？因为我家孩子他身体不好，他没劲儿。有的时候一推他有的时候就卡到那儿了，完这个胳膊这面全都卡破了。完了那天我妈也着急给我打电话，那个时候我店里忙，我也没时间接，没办法，她给我前妻就打电话了。等一下，我是想问一下，打电话要干嘛？是让大人带着孩子看病是吧？对，打电话告诉孩子受伤了。完之后这2人上医院就把孩子伤看了一下子，完了回来他就不愿意了。那你妈妈为啥不给他打电话？给现儿媳妇儿？给他打电话有啥用啊？你说是本身这事儿就是他家孩子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他前妻特别有意思，跟医院出来之后呢，说我们家现在就是5口人住一块多，特别乱，就是我虐待他儿子，要求把这个抚养权要回去。谁说虐待儿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叫虐待呀？是你前妻这样说我的，视频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，就是说我不好。我说我对孩子特别好，从吃穿住用行，对他俩都是一样的，我没有偏向一点儿。那我多句嘴啊，那为啥这个孩子受伤擦破皮儿的，你这准婆婆不是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啊？可能就是认为就是我可能偏袒我姑娘。你有偏袒你姑娘的情况发生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家那女孩就是小男孩的性格。那她咋就有了这种认识呢？她就对我始终都有偏见。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大大咧咧，什么事儿都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。他妈对我的印象就不是很好。那他妈就是你现在是准婆婆，经常跟这个前儿媳妇联系吗？有。那你这现男友和他的前妻联系多吗？偶尔也联系，他前妻有的时候会有困难的时候找到他。这个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和不愉快吗？会，我怀疑他前妻是不是跟他有就是说复婚的可能性。你就小题大做，你总说我们俩复婚，我要复婚我还跟你过啥呀？搬家具，
弄不动找你，生病了还找你，孩子在那块儿的时候还找你。他一有困难找你，那你们俩干啥要分开呀？你看你妈也找他，他也找你，你就感觉你们一家人还可以呀。我们俩之前其实生活还行，后期之后我这个投资了点买卖，赔了不少钱，天天家里要账的。后来一点点我们因为这个钱跟我这个前妻我们就离婚了。那你的前妻又再婚了吗？她现在没有。你跟你的前妻有几个孩子？就这一个。如果你前妻以后就是一个人生活，再过个10几20年，她50、60岁的时候，那更需要帮忙了。你觉得你们还是不是继续要有联系？那如果需要的话，那我肯定去。哎呦天！所以呀，那如果您想想，前妻和现任都需要帮助，你选哪个？那谁跟我过帮谁呗。也就是说，你并没有做出一个立场上的选择。你说就看现实，谁跟我过到那儿，我帮谁。前妻和你们生活的近吗？就是看孩子频繁吗？很近，就是从通州到燕郊，开车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。常见是吗？之前都是他前妻来燕郊去看孩子，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之后，他前妻要求他带孩子回那个通州，然后他还有通州房门的钥匙，赶到周末的时候还给人家孩子和媳妇儿做饭。所以我要求他，我说你再带孩子去通州的时候把我带着，我说你跟他说的话说不明白，我来说明白。首先我要当你们面把钥匙还给他，然后我跟他说，如果你要想跟他复婚的话，那我指定是退出。如果说你们不想复婚，我希望你有什么你直接跟我沟通，孩子的问题，或者是你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，要么跟你婆婆说，就别什么事都找他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女士，他跟他前妻你觉得不清不楚？对，我觉得他藕断丝连。你跟他你俩清清楚楚吗？你没结婚，谈个恋爱，带着你闺女和他儿子还有未来婆婆5个人搅和在一起，你们俩的关系清楚吗？就是我跟他说过，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2个多月的时候，我有提过这个结婚的事。但是他拿结婚这个事儿特别敷衍，他认为就是说，哎呀，结婚嘛，就是一个领个证，完了双方父母吃个饭，公开一下咱们俩的关系就可以了。这个态度我实在不理解。对，我跟我前妻以前也是这样啊，以前也没要什么彩礼啊。现在大姐想象中的彩礼是多少？在没扩店之前，他手里边是有给我这个彩礼钱的，10万块钱和3金。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我只是想看他拿这个态度是怎么对待我的。结果他怕我把这个钱要去，然后呢，扩张了自己的店面，从60多平扩到140平。你说我扩店不对吗？我把买卖做好之后挣更多钱，以后咱们日子也能好过点，怎么就不对了？那都是以后，你那属于画大饼。你说我为了这个家。你就是自私。我装修自己盯了3天3夜，是吧？我都自己都累到医院了，我花检查钱就花了5000块钱。那你好意思说吗？你让老师评判评判，就为了把这10多万块钱花到装修里，3天3夜不睡觉。如果说他给了你彩礼，就你们这5个人在一起乱哄哄的这么一个住的方式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幸福吗？所以我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说你给我这个彩礼钱，不一定非得是花到我自己身上，我也不会说把这个钱密到我自己手里边。我说了，咱可以说跟你妈这个矛盾，跟孩子这个矛盾，可以给他们再租个房子，或者是咱们搬出来住，哪怕是楼上楼下，或者是门对门，但是你也不同意。你说我妈年纪这么大了，一天给咱们做饭做菜这么辛苦，孩子还小，你说一旦有什么意外怎么办？那谁的房子呀？这是租的房子。你们俩都没有自己的房子？我有，我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他的房子给他前妻了。那这个和这个未来婆婆生活在一起，你们准婆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我觉得也不会很好，因为他总嫌弃我大手大脚，快递家里边根本就不断，总是买衣服、化妆品、首饰。我婆婆就看不惯我这个大手大脚的习惯，而且我对我婆婆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能挣钱。然后呢，帮我带孩子，我是每个月给他生活费的。我说每个月给2000块钱生活费，然后呢，平时穿的我买我自己的，我也会偶尔带出来他的那一份。我妈说你乱花钱是上一辈的人，他就节俭惯了。他看你每天4、5个，有钱最多6、7个快递，他天天那么收，说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他没事，他跟我说。他不光跟你说，他还跟楼下邻居说，还跟你家跟你说的目的是啥呀？是为了套取我到底有多少钱。那你说一家人了，我妈就没有权利说问问你有多少钱吗？没有权利。你俩收入谁高啊？我高，我反正一个月收入18000到25000之间。
他收入8000到12000、13000之间，对，差不多2倍是吧？对。但是钱是各自管各自的。对对。那养孩子呢，也是各给各的孩子花钱？不是，家里边买的生活用品是我出啊，但是我对孩子好一点，上点心，因为我做童装童鞋的，这些东西不用我们自己投资，我这就有，不用买。然后还每个月给婆婆2000。对，然后家里边有的时候像什么打扫卫生啊，我就会找保洁，或者是找小时工过来。我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妈很操心这些。我觉得你一个月花2000块钱呢，你说实话，你雇个外人也不止这些钱。那你给你妈一个月多少钱？我不给我妈钱。你妈现在不是干着2份工作吗？帮你养儿子，帮她养闺女吗？她给2000，你也应该给2000呀，这就对了嘛。你说2000雇个阿姨都不止，4000差不多。你应该给的更多才对啊。这个问一下女士啊，这个你工作比她忙吧？应该是。对啊，那你们这个除了家里边的矛盾，这个工作上会产生一些冲突吗？会的。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生意是做民宿的，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晚上会出去应酬一些，就是说客户或者是各大旅游公司的老板呀，就是会陪喝酒什么的。你就说起喝酒这个事儿，让各位老师给我评评理。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啊，还挺好，一个月就喝几次，完了后来时间长了就原形毕露了。现在基本就是2、3天一回，从中午喝到下午，从下午喝到晚上。晚上有的时候可能喝完之后，可能来个电话，第2场又开始安排了，开始从晚上喝到半夜，手机都丢了2个了。完之后那天那房东的合同你丢没丢？是不是喝酒整丢的？是啊，那我承认是我的错呀。你说你喝酒你多误事儿，你把租房的合同都弄丢了。完了之后还有一次，喝酒之后胃疼的不行了，大夫检查说的，你可千万别喝酒了，你这个赶紧去打点滴吧。打完点滴之后，你最起码得休养一段时间。紧接着第2天，又跟人出去喝了啊，又大半夜喝去了，而且大半夜回来之后，叮当的那种开门，你说搅的老人孩子也睡不着觉。完之后回来也不睡觉，跟我说，今天那个认识一个又这个总那个总的，啊，说那个人家那个做的特别好，啊，还好几个对我还挺有意思那种。完了之后还说你这个跟人比啊，你真是差远了。你这个既然都说了，这你接触男的都优秀，比他强很多，那你就换个优秀的呗呀。在这么麻烦，这么多事儿，你干嘛呢？所以说，我想把这事情摊开了说明白了，我就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觉得没什么必要了。你是今天来分手的？对，挺好。对我现在还想说个事儿啊，我就说他现在多虚荣啊。上次蛋糕的事儿，那是虚荣吗？我过生日，40岁的生日啊。这怎么着也算是个大生日吧？我觉得我已经40岁了，我的闺蜜还有一些宝妈，因为我做生意嘛，认识的都是宝妈，给我安排的那个5星级宾馆，设置给我布置的背景墙、气球、蜡烛、鲜花，就是那种气氛，你能懂吗？就那个氛围感，你从来没有给过我。她甚至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出去过生日。我打电话我说我在宾馆呢，她以为我在干嘛呢？在宾馆。我说我过生日，她买了个蛋糕，买了个花。买了一个手链，几百块钱。是吧？那你说过生日，那也就吃蛋糕、送束花就完事了吗？2个问题啊，为啥你办挺热闹的这个40岁的生日 party 没有提前知会他？2，你女朋友过40岁生日这么大的事儿，她心里这么在意的一件事，你不提前张罗，你俩都是什么情况？我确实是忙忘了，他忙他的，我忙我的。这个我检讨，这个确实是我的原因。但是你说我本身吧，就挺有歉意的。后来我一去这个场面，我实在是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因为我们都好喝酒，他不喝酒。哎呀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我们都是这种就是酒蒙子呀，特爱呼哈闹的那种，他融合不了这个圈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头一场是，毕竟闺蜜给我安排的，我寻思下一场我安排吧。我说走吧，待会儿咱俩去请他唱歌去吧。然后他甩门就走了。不是我甩门走，是我第1场过生日，我已经在那儿了，我已经喝了1瓶啤酒了。你知道我平时根本就不能喝酒，所以说那有什么？那你明知道是我过生日，那你明知道是我过生日，为什么要走呢？哎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在哪儿啊？孩子在你过生日，你可以不跟孩子在一起。对，因为那天人太多了，没法带孩子，而且都喝酒。就一个小孩的话，会对他这个孩子这个思想有什么想法的？哎，所以你俩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我不再适合跟他走在一起去了。你不想在一块儿了哈？对。先生的诉求呢？我是想把日子过好啊，但是如果他一直坚持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是，人家也说了嘛，首先人家需要的是你和前妻撇清关系，第二需要的是和你的妈妈也分开居住，第三呢，咱们才谈到说是能不能一起热闹热闹呀，这个生活习惯协调协调啊。我前妻我可以，但是我妈不行。那就算谈不拢呗。对，我妈肯定不行。那你俩私下回家就能谈清楚事儿，来我们这儿是图啥呢？我现在说不听啊，现在我们俩在台上，他还能这么那个客气的说，如果是我们俩在家的时候，那早就喊起来了。而且我们俩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了。那我能理解为，其实你们在家吵吵闹闹，或者来了今天在这儿说这事儿，虽然看起来在一起的基础没有那么好，但实际上感情还舍不得分开。是有一点儿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没必要了。他是有点舍不得这段感情了。哦，你还态度挺坚决的。对，咋整？他态度这么坚决？那我也不能坚持啊，人家都想走了，咱们怎么留啊？你想，他要真想走，根本不用来这儿，带着孩子走，人家再租个房子就得了吗？你就一句软话也不能说，是一点儿这个就把这个关系粘合的能力也没有，这日子咋过呢？这日子不得俩人一起过吗？这婆婆真的就不能处吗？能处，我说了，我说咱可以说不用非得在一起住，可以哪怕对门或者楼上楼下，不是说不可以处，但是居住还有对老人跟年轻人是只能生活不到一起去的。我跟我母亲也没有说非得生活到一起去啊，这可咋整啊？我听着你们都费劲啊。这叔叔阿姨的这个爱情，你们看得懂吗？我觉得有点复杂啊。我觉得应该还能沟通。既然他们俩能在一起上这个节目，肯定还是有感情基础能沟通的。女孩说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呗，是吧？那这确实有问题，那怎么解决呢？听听老师们的观点啊。因为本来对于这种半路组合的这个家庭，你要是说一点私心都不夹杂，这个很难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，他和他的前妻真的没有感情上的问题。但是钱对于他上一段婚姻的瓦解却是致命的，因为他亏了，所以钱对他来说是碰不得的那件事情。他没有那么说我需要多少多少钱，但是他用来那个钱是来保证他不在这段关系里再受伤的，你却非要拿这个东西去证明他对你是不是有爱的，证明不了任何事。我刚才问你一句话，我说你过生日过得那么热闹，人生那么大的事儿，你居然没有孩子，这么重要的人生节点里，你居然选择的不是和家人在一起，你真的需要家吗？你们两个人看到都是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磕磕绊绊，你上来就说我闺女那就是个男孩性格，他8岁，他儿子11岁，闺女8岁的孩子，一个女孩子天天要在家里头等着妈妈回来，因为只有妈妈是自己至亲的人，妈妈不回来，妈妈出去喝酒喝到后半夜，家里她要和3个和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相处。一个8岁的小女孩，你看到她是横冲直撞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她融入这个家庭里，她自己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配合你的选择，她并不是心甘情愿走到这段复杂的关系里的。你关注到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吗？你的陪伴到位了吗？没有，陪伴没有到位。你作为妈妈，你连对自己女儿的陪伴都不到位，你跟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你在心理上想要那种支持，要那些对你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你到底要在这段关系里要什么呢？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啊，我就是觉得不是说相爱不相爱啊，这真的不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，归到最后看人性。在你未来的关系里，你可能会依然选择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不一定是他，因为他不具备你要的那个在感情上绝对信任，不会触碰你原则底线的人。你俩在三观上，尤其在对钱的问题上，你们俩的态度是不一致的，那何必非要在这一刻成为刺猬一样相互指责？你们真的考虑过自己的孩子们吗？作为父母啊，不能只看你们要什么，再婚家庭当中要看孩子有没有去接纳对方，这才是幸福的关键。俩40岁的人了，还那么天真，都离过1次婚了。重组家庭本来就是复杂系统，
2个商人要建立重组家庭是超复杂系统，因为你们除了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孩子之外，还有自己的事业，还有自己的人际圈和社交圈。你们2个人各自期待的是有一个人能把家撑起来，那你们彼此之间在选什么呀？你天天喝得烂醉回家，你家里面有一闺女，你是不是家里面得有人帮你照顾闺女？你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没有这个妈，你是不是也得有一个人帮你照顾家里面？结果你们各自找一个天天大半夜才能回来的人，你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选择就是有问题的。所以40岁的人不要那么天真。这重组家庭我们是先要看需求，需求对了我们才发展感情。这和小年轻不一样，小年轻有大把时间，我们可以随意发展感情，发展到合适了我们就在一起，不合适就算了。你们不是的，你们之间的那个磨损会涉及一系列的人，就你们之间的冲突磨损会涉及到小孩的磕碰撞。你带着小闺女去了他家住了4个月，如果住到半年以上，对于你闺女，你再把你闺女给带走，你闺女心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些挫败感、挫伤感？她会不会觉得可能是我导致我妈和叔叔分手的？不能这样，先找需求，满足了需求，再发展感情，然后再进行磨合，建立完信任之后，再让家人之间互相建立信任。你们2个人都没有建立信任，你们的家人更加没有办法建立信任。所以年纪到了这个时候，2个人都是40岁，外面各自管着一摊生意。你们如果真的要结婚，真的是要在选对象这件事情上要花精力的，不是看顺眼就行了，不是孩子了。所以你看，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。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1二的话，我们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陆琪老师就可以。别忘了亮出您爱基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，我们让陆琪老师再给你送一份新人礼。我是觉得2位，你们俩真是不负责任。可能生意人吧，总是在计较那个权衡利弊。那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俩感情也有一些，彼此也能看得上对方一点儿。然后呢，我们组合在一起我女儿有个婆婆能看着我这边对吧，找了个生意比我做的还好的女朋友，互相撑着点儿。你们算计的更多的不是爱，就是权衡了半天利弊，不负责任的就把孩子弄到一起。我最生气的是，因为我们都为人父母，就这样不负责任的把孩子带到一块儿尤其是当妈妈的，你女儿会怎么想我妈呀？我今年我妈带着我住一叔叔家，过2天搬走了。明年我妈是不是又带着我去另外一个叔叔家？过2年又搬走了。你想过你女儿心里怎么看待这个母亲吗？你女儿将来怎么看待亲密关系吗？我都替你擦汗。你可以这么对自己的人生无所谓，对吧？反正咱们结不结婚在一块儿，你孩子能跟着你受这罪吗？你要去认真思考的，你不是一个人的人生，你是一个8岁小女儿的命运共同体，至少在她未成年之前，你们是命运共同体。你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是这样子，就这样了，好坏冷暖你自知。你难道不希望你闺女将来能够活得温暖一点、幸福一些吗？希望。那请以身作则，把自己的责任立好，把自己母亲的形象维护好。先生，你更差劲，你哪头便宜都想占着。前妻知道他没有再婚，也惦记着你，惦记着孩子，对吧？能帮一把，你为啥帮你不就因为觉得他还能给你孩子更多，能够帮你一些吗？你不是觉得身边这个女人未见得能娶到家里对你照顾终身吗？说不定哪天你落难的还得你前妻接着。你藏着私心，你别光说那是你孩子的妈。你对这个女人好吗？我看你也不咋样，连她40岁的生日朋友都知道给她大操大办，她在乎这个。你在你妈那儿说了她的好话了吗？根本不可能。你要说了好话，但凡有几句好话，你那儿子受了伤，他第一个时间应该找他，而不是找你的前妻裹乱。所以就是刚才老师们说的不用勉强在一起。既然咱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说因为相爱而相守，是各自有太多的算计又达不成一致，那咱就散了吧。我跟你说，卢女士，你比老王狠。老王可能有点算计，但是要说到狠，你可是比他狠。
1个月有3、4个晚上，你把一个8岁未成年女童跟一个40岁成年男性没有血缘关系，跟一个11岁青春期男孩放在一个房间，这个8岁女童有多危险？也就是老王人品不错，你谢谢老王吧，真的。你明白你干了什么吗？然后老王我也奇了怪了，一个还没结婚就要把亲妈赶出去的，你跟他耽误什么功夫呢？一个到了那天谁跟我过我帮谁，他到今天在你内心深处都没有跟你前妻分出个孰轻孰重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到那天谁跟我过我帮谁，所以其实他不是最重要那个人啊，他也不是。我觉得王总比你强，我觉得张总、李总比你强，我那是酒后吐真言。那你跟他耽误什么功夫呢？这就是我的态度。我觉得你们2位就是真的可以分开了，而且就是以后啊，多想想，咱们家女儿多想想这个啊，真是。哎，我一个讲亲子教育的，刚才我都快疯了。哎，我气得嗓子都哑了。对，我也是，喊都喊不出来了。你心太大了，也索性你遇见的都是好人。对，老王人不错，人家带男孩的都。雷老师，我和我妈特别喜欢您。哎，得，谢谢您。刚才老师们说了那么多，我也跟严老师一样的感受，就是嗓子都气哑了。我唯一心疼的是你那8岁的女儿。这位姐姐，我真的是觉得一个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处处需要母亲的保护。所谓母亲的保护是什么？是爱护，是守护。你刚才说她像一个假小子一样的性格，你有没有考虑过那是她的盔甲呢？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老李、老张，对吧？他就要面对很多这样。真的，其实你这个决定非常草率，而且你真的没有在乎你自己女儿的感受。你把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小女孩，你平时出去喝酒1次都不可以有的，你把她让这么多陌生人跟她住在一起，你把她交给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，你怎么可以呀？你作为母亲，你不可以这么做的。做一个好生意人，更需要做一个好母亲。那个咱们其实都说完了，就是在咱们家闺女这事儿上，我倒是觉得你1个月冒了3、4天风险，你已经是出一信得过的人了。不如就他算了。最起码，咱们姑娘把人家儿子刚一家伙干趴下了，人家没对着咱们姑娘大呼小叫，人没有。最起码您出去潇洒的时候，人家没对咱女儿怎么样，你已经试出来了。就这一点，我倒觉得老王真不错。但是，即便是个好人，如果2个人不适合在一起，那也是彼此的负累，也是孩子们的负担啊。所以三思吧啊！请你们这对情侣下来休息一下，我们听听小情侣的故事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：小吴22岁，来自安徽，实习；小柴21岁，来自安徽，实习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这段感情中，你付出的多吗？多啊，我为了他放弃了工作，日常开销都是我在支付，但是他还不满足。付出不是应该的吗？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？他总是在抱怨，什么事都怪我，他就是想跟我分手。你俩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俩应该冷静一下，未来很迷茫，他总想躺平不上进。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不会拖我的后腿。我想和他好好的谈下去，但他想弃我而去，我很委屈，还假装看不见。我想把话说清楚。哎呀，这男孩子的话可真不好听啊！怎么就拖后腿了呢？有话好好说嘛，是吧，姑娘？是不是委屈了？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跟他谈了快1年了，然后他现在就是又要一个人去上海工作，把我留在安徽合肥。他就觉得我是包袱，天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干。我又不想异地，但他又要一个人去走，然后感觉他现在不想跟我在一块儿了。去年我刚跟他谈的时候，当时我在上海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然后我人也去上海了。但是他就是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一天给我打电话，就是说想让我回去陪他。我们俩因为都是专科嘛，他说他想在安徽专二本，然后呢想让我回去陪他一起专二本。
我就回去陪他，但是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回去过后，他根本就不专本，他天天就躺在床上就玩手机、刷视频，什么也不干。甚至就是在过年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说他不想专本了，又突然说，然后他现在不是在骗我吗？就我们俩一直规划好的事情，他现在就把我的计划就全都打乱了。就是不是他变卦了，你别变卦不就完了？你继续装身本啊。就是我想跟他就同时就是上学嘛，就是不想一个上学一个上班嘛。他开始也答应我了呀。老拿这个专升本的事说我拖了他后腿，觉得不专升本放弃了这个机会，都是因为我。那你是为啥要变卦呀？跟他在一块儿，感觉玩了大半年了，就觉得考不上了，因为我不是学习那块料，就想着早点出来上班吧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你好好专升本，我去上班，你好好上学。但他听了就不乐意。那你找着工作了吗？找了那个台球助教的工作。不太想让他干嘛，因为台球助教这个工作，他开始，因为他要跟啥叫台球助教？就是陪顾客打球嘛，还得天天聊天，然后就维持客户关系。当时就不太想让他干这个工作。他说他不会跟客户就是说经常聊天嘛，他答应过我了。但是我就看了他那个手机，发现他就是跟客户聊得有来有去的。然后那客户都已经明确表示他就是喜欢他了，都已经说了。他给他发了一个5万1的红包，收没收那红包？对，收了吗？我肯定没收啊。那这工作现在还继续干吗？第二天他跟我吵了，我就去辞职了，就没有干这事了。那不是人家挺好的嘛？觉得男朋友不喜欢这个工作就不做了呗。还有他这个人就是喜欢攀比嘛，就是他是有他男朋友就是过节会买一些贵重的东西嘛，然后他知道了，他就天天就拿这个事就是说我这里不如他男朋友，那里不如他是有男朋友，就贬低我的意思。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，就是他从去年跟我一起谈恋爱到现在，基本上开销也是我一个人来付。你俩不都是学生吗？抠着父母的钱给女朋友花呗，是吧？对啊，我对他很好呀，但是他还不满足。你好意思说？你应该自己打工赚钱。姑娘，你很羡慕你那个室友吗？找个对啊，我就是很羡慕她呀。她男朋友就对她特别好，平常逢年过节什么节日各种就给她买礼物。那你男朋友有那么多钱，经济条件能给你买那么多礼物吗？是他抠不给你买，还是他这么年轻没有那么多钱？他总觉得日常开销都是他就花钱，他在花钱，然后就拿着事儿说我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给你买礼物了。他还有钱给你买礼物吗？请问你知道他的经济情况吗？家里的经济情况吗？我知道。还有，就是不给你，就是我舍得给他花，他要想买什么我都舍。不是兄弟，你家经济条件怎么样？一般，一般对吧？啊，你自己也没有时间去打工对吧？就不要说舍得不舍得了，就没有还舍得没有你还舍得不舍得呀？你这个冲这个大头干什么？而且这位姑娘，你俩都是学生，你搞清楚没有？他在花自己父母的钱，你也在花自己父母的钱，你凭什么要让他用他的钱给你来生活，然后还要在逢年过节必须要给你买礼物呀？你要的是爱情还是要礼物呀？我肯定不是想让他给我买各种礼物嘛，因为他为我花的钱挺多的，就是平常吃饭什么的。那你羡慕人家什么呢？我就是觉得室友男朋友对她很上心，给我们这些小闺蜜买奶茶，感谢我们照顾她。我觉得她就是一点都没有做到人家男朋友就是那种人情世故。他总觉得我跟他提钱，我根本就不想让他提钱。不是他一个学生要什么人情世故啊？对呀。哎呦我天哪！现在姑娘都想啥呢？哎呀，那你既然觉得他这个经济条件不够好，也不能逢年过节送你礼物，你就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男孩呗。你去找别人啊。那我还是因为爱他呀。你爱他啥？就是觉得他对我很好，就给你花钱了呗。真是的。得了，你们不是今年都毕业了吗？家里边知道你们谈恋爱吗？知道，但是我爸妈就特别反对我跟他在一块儿。为啥？因为我是独生女，然后他家有3个小孩，而且讨厌远嫁嘛。但是我就骗了我妈，就是还是义无反顾跟他在一块儿，就是来合肥一起打拼，就是想着先赚钱嘛。你知道他爸爸妈妈不支持你们在一起吗？知道，不管父母同不同意嘛，我们肯定是要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嘛。就是你都要放弃人家了，你嫌人拖后腿，骗你不升本，工作不理想。对啊，哎，女生，你爸妈不同意，有做过什么具体的举措来阻止你们吗？在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富家子弟，人家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，然后被我拒绝了。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是想跟他在一块儿，我根本就不是物质的人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把钱看得很重啊。他不是说那个相亲嘛？如果你想找有钱的人，你完全可以找有钱的人啊，就没必要跟我谈了呀。
他除了嫌你不送礼物，他还有什么地方就是把钱看得很紧？就是上次嘛，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租的房子7、8千一个月的嘛，因为是目前都没有收入嘛。然后他上次他就自己找了一个房子跟我说，然后他租的房子是2000块钱，然后他现在也没有收入，他已经付了定金了，他也不跟我商量，他想说这是给我一个惊喜。现在他上的那个培训班离我们现在租的房子特别远，通勤地铁要2、3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心疼他嘛。不能让他每天来回这么跑，我就在那附近就是找了一个那个房子，交了500块钱定金，回来跟他说，他就拿这事说我了。我们家那个合作的房子，除了床什么都没有，连个那个学习的桌子都没有。人家市区的房子肯定贵一点嘛。对，他现在没钱啊，他主要是他没钱，他还要租这个房子，这个不是给我压力吗？主要是花的你的钱，他没钱，对他就是没钱。哎，你在上什么培训班啊？就是学计算机的那种。本来就想专门的嘛，但是现在不是他放弃了嘛，因为他，然后现在就我怎么听起来你们经济压力很大呀？本来家庭条件也一般，还要租房子，还要报培训班学习，还2个人还都没有工作啊。这女生，你父母现在还给你生活费吗？平常也会给。然后那你会给这个家里，就是你们俩这补贴一些什么？肯定会给呀。他家人就给他500块钱一个月啊。因为我骗了我爸妈，说我在合肥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我肯定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，不然他们肯定会让我回老家一起找工作。所以这日子过得就是捉襟见肘，经济上肯定是转不开的，感情上现在也亮红灯了吧，算是。总感觉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就觉得明明对他已经很好了呀，他说还嫌我不够好。他就说你经济上不够好，但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怎么能谈得上经济上对他好啊？你男朋友好像跟我们编导说，其实你也挺抠的，是吗？对，他挺抠的。就是我刚开始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嘛，我们当时一起去玩，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的花的钱，他基本上没花什么钱。然后我当时觉得我现在对他好，可能后来以后对我好嘛。我发现后来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上次不是过生日嘛，我跟他说过我喜欢一个就是鼠标，因为我学计算机的，就是一个鼠标跟键盘。然后他当时他就是给我买了，我当时很高兴，因为还是个牌子。然后我当时不过我用了1天，那个键盘键都坏掉了，然后我就想让他去退嘛，他说算了吧，就不退了。我就想退，然后我就拿手机自己退了。我没想到他是在二手市场买的，还是39.9块还包邮，很便宜。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就很低，因为我过生日嘛，他都给我送二手的，我很不理解，我就很生气。我这不是想问你省钱吗？我根本都不知道质量不好啊，而且我觉得这39.9块买回来你挺开心的呀，我觉得这就值了。我不知道是二手，我肯定挺开心的，我以为你花了很多钱买的呀，但是。你们有那么多钱吗？没有那么多的钱，以为他花挺多钱买的东西，你不会反应说是太奢侈了，你还挺开心？差不多的就行，但是我不能接受买二手的呀，而且质量那么差。但是他自己平时买衣服、买化妆品，他都买一手的，他也不会买二手的。哎呀，真的听不下去了，你俩化妆品没法买二手的。对啊，化妆品那衣服呢？为什么你给我的礼物就买二手的呢？你俩除了这点鸡毛蒜皮的钱上来来去去扯来扯去，有感情吗？啊？好了快1年了是吧？是的。有感情上的往来吗？听着全是什么钱上，什么500、1000，哎呀，鼠标有感情的往来吗？彼此关爱对方吗？照顾对方吗？心疼对方吗？你心疼你男朋友没有什么收入，要负担你的生活费吗？你心疼吗？你心疼吗？然后我就着急出去找工作，你心疼他，你还嫌他不能像你们室友的有钱家孩子送贵礼物给你。哎，男生，你心疼你女朋友吗？这么一小糊涂蛋儿，为了赚点钱，跑到台球厅去当助教，整不明白。所以说我跟他说，可以慢慢的。你还嫌他拖后腿？我跟他说可以慢慢找一个踏实一点的工作，慢慢干嘛。你怎么不赶紧去找工作呀？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必须得先学习才能去找嘛。他总拿学习这个事儿压我，学了2个多月了，到现在工作还是没找到。我现在在家就知道摆烂。我现在找到了呀，我在上海找了一个了，所以说现在不想再跟之前一样，找到了以后又放弃了。然后你现在就是本来是专业本，你又放弃了，就是说一处是一处，所以说我现在想去上海上班了呀。哦，所以今天你来的诉求是想跟女朋友说。我要去上海上班了，你不要拖住我啊！就是所谓的别拖我后腿，是吧？这是你的核心诉求啊。对的，他就不想让我去。你的诉求是他要去就分手吗？他要去，我肯定舍不得他去啊，而且我也不能接受异地恋。不是，那这不得赚钱生活吗？你俩这开销这怎么办呢？你爸妈给500，他爸妈也给1000，你不让他去上海上班怎么办呢？而且你也不是合肥人啊，你可以跟着去啊。你在哪儿晃着不是晃着吗？
我爸妈不愿意我去上海那种远地方。行，他如果要去上海，你怎么办？我想让他回来，在合肥还跟我一起上班。我就说了嘛，他一定要去，你怎么办？你是分手？我不想分手啊，又不想分手，又不同意他去，就反正拖住他的腿不放哈，是吧？男生，你是下定决心要去上海了吗？我之前已经为他放过一次机会了。你别说你之前，这次不能在合肥找一份适合你专业的工作，一定要去上海吗？目前没有找到，我目前找到上海的了，因为就目前一定要去上海。找到了，所以我就想去嘛，因为待遇挺好的。目前是一定要去上海，差不多吧。就他拖也拖不住你了，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那我觉得这事儿也好解决。来，大哥大姐给解决一下。这我俩都这失败了，还能说吗？说呀，能说呀。那啥，那他嗓子不好，我替他说吧。我个人认为，作为男人，第一件事一定要自己事业。我支持你出去搞钱，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，都不要被动。你先把自己强大起来，自己强大之后，所有东西你都不害怕失去了。姑娘，我建议你也是独立起来。如果能跟走的话，最好是跟他在一起。说实话，我不希望你们俩分开。老弟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好好努力挣钱，去好好爱他，让他以后有好的生活。因为你一旦到我们这个年纪去找一个纯粹的爱情，找不着了。我跟你说，找不到了。一个女孩背着父母跟你出来这么远，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也别提，一个男人也别提我跟他花了多少钱，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吧？我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，但是女孩我也希望你能最好是能陪着他一起成长，你们俩都一起成长。好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我特别不希望你们分开，因为你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个道理，找到这么单纯的一段且青涩而没有任何算计的爱情，究竟是人生当中多重要的一件奢侈品。但是我很想告诉你们，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一生的感情，就是跨越了现在的这份清醒，你们迈入社会的这一瞬间，你们还想继续在一起风雨同舟的时候，那才是真的能够相伴一生的。姑娘，你现在确实就像他说的，在拖后腿，你没有和未来风雨同舟对抗的能力，你也没有专注于自己的成长，你只是迷恋现在和他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时光。这个是没有长性的，也没有任何生长的空间的。你会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不努力，把你自己的人生折得一败涂地。而且我觉得男生，你也在这一刻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清醒，甚至于我觉得你坚持要去上海发展，就是为了甩开他。因为你只是认为那是一个很好待遇的工作机会，你却没有看到你的生活成本。你留在这个地方和你去那个地方，待遇可以不同，生活成本也是不一样的。你要算这些的，不是盲目的要走，你们要为彼此共同的未来，听到了，是共同的未来，而不是各自的未来去打拼。你对自己的未来没打算，你很努力的想要让他在你的那个比较里，为什么？你想让他快速成长，成长到你爸你妈赶紧接受了，你就不必这么心累了，你就可以大大方方跟你爸妈说实话了。不可能的，他多大？他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这个时间没有你的鞭策，没有你的支持，没有你的关心，没有你的在意，你只是单纯的去消费他，敦促他，他怎么做得到？你就跟身边那个永远停不下来的那个闹钟一样，他会想快速的逃开你，因为关不掉。姑娘不能活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把你自己先活得足够有光芒，你要为自己的未来先打算，知道自己要走一条怎么样发展的长期主义的路。两个人是这样相互敦促，都各自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们才有能力去在未来风雨同舟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别说你们共同的未来了，连你各自的未来都走不下去。但是我依然祝福，我希望每一段特别青涩单纯的感情都能有机会走到最后，因为你会发现这是这一辈子你最想要的东西，很珍贵。姑娘，我觉得你不是爱钱啊，说你爱钱绝对冤枉你了。你看到别人有个有钱男朋友，你还是愿意跟他一起过着那么拮据的生活，也没有过度奢侈的消费。但是为什么干不了一些吃苦的事儿呢？因为好吃懒做，因为家里面条件虽然不好，但是依然娇惯，
因为你读书成绩不好，不是读书那块料，但你同时也不是做事那块料。那么你是什么料呢？你看你爸妈知道你是什么料，给你找了一个富家子弟，结果你要追求你的爱情。追求爱情当然是好的，但是追求爱情是有代价的，你得活下来呀。你爹妈为什么给你500块钱一个月？你爹妈真的不知道你在这儿，哪怕你找到一份工作，其实以你的能力是活不下来的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就是要逼你回去嘛。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要谈这份恋爱，说我为了我的爱情拼了，任何时薪工、小时工，任何你能够卖一点力气正正经经的能挣到钱的事儿，你都得干。小伙子，你是个甩锅侠，你所有的事情往他身上甩锅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说啊，我专升本，我为了他放弃了。哎，说这话你摸摸良心，你的什么专升本，女朋友不去上你就上不了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在放弃你的人生啊。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继续把学历给进修上去吗？学一点真正有用的技术。你如果真的要娶这个姑娘，你将来难道不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能够挣钱，拥有一份事业，然后站在他父母面前堂堂正正的跟他爹妈说，虽然我在你女儿很穷很穷的时候把她带出来，但是今天我可以带着她回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以给她过上好日子。你不应该是这样吗？以现在你这个年纪，没有二话的，这个本科是必须拿的，这个本科你们2个人都是必须拿的，否则你们将来能够轮得到你们的工作，我跟你们讲，绝对不会跟你们想象中是一样的，都得是卖苦力的。你们俩如果真的现在手上还有点钱，努力把那个本科读了，实在没钱跟家里面再要一点，弄完了之后，在读本科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各自找一个方向，为未来能够一毕业就能挣钱去做好铺垫，做好准备，不要只看眼前。现在恋爱对你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，要在一个城市可以在一个城市，第一不要好吃懒做，第二不要推卸责任，第三为未来的思考一定要长远。谢谢陆琪老师。所以你看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。我们电视间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，就去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找他就好了。别忘了亮出你们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这个身份啊，让陆琪老师送你们一份新人礼。说实话，2个小朋友白白净净的、斯斯文文的哈，即便是有矛盾，你看在场上也没有红脸，也没有大声说话，我觉得基本教养是有的。但是我心里真的生出一丝悲凉，你俩是活在那个童年世界的人，就还活在象牙塔里，你们真的还在梦幻当中。女孩子这么年轻漂亮，一点都不知道去生活，满脑子都是幻想、幻象，不上进不读书，拿什么谈恋爱呢？所以以后怎么过呀？怎么活啊？男生也是，你空有一腔抱负，我很厉害，我披荆斩棘，但你有武器吗？没有武器，你们2个都没有武器，没有爱情恋爱的武器，没有生存事业的武器，只有一腔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倒是觉得你俩不应该分开，就绑在一起，彼此监督，彼此督促，去创造属于你们的生活。你说我不想考本科专升本，去干基础工作，不能吗？每个时代都有从基层干出来的人，那你们绑在一起从基层做起又能怎样呢？你俩就绑在一起去卖个什么炸串烧烤，一样可以把生活过得红红火，不是不行啊。不爱学习的话，既然那就从体力活开始干嘛，干不出来吗？我觉得可以啊。我们节目来过一对小夫妻，2个人就干烧烤，一个月挣几万块呢。对，挣可多了。他俩再吵再闹，我们都竖大拇指，自食其力，养活自己，养活孩子，拿出点踏实生活的烟火气吧。你俩就缺了点烟火气，你们俩是烟火堆中的烟火，小颗粒小灰尘。我对你们忠告没有别的，什么爱情啊什么都不最重要，脚踏实地去生活，这是你们俩现在要面对的人生课题。而且最好携起手来，一起把这个课题度过。不管将来最终你们的爱情能不能开花结果，至少你们曾经有一段人生彼此鼓励支持着对方，
我们终于在真的是漫漫人生路上和迷茫的阶段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人生的起点。这个起点可以是市井的烟火，也可以是携手去学更多的知识，拥有更多的武器。总之，不要再这样好高骛远、海市蜃楼的去幻想你们的人生了。从脚下做起，把爱情变现。小柴啊，他现在养得起你吗？还养得起。你自己养得起你自己吗？乖，咱回家。爸爸妈妈愿意养你，爸爸妈妈养得起你。你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养自己，只有那碗饭是天经地义的。如果说真的，我不愿意说你好吃懒做啊，有些女孩子从小被宠大的，可能你真的不觉得自己好吃懒做，咱们就说自己能力差一点，没关系，只要乖，在爸爸妈妈那儿乖听话，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的时候，咱们就不要追求爱情或者事业上的自我突破。你连自力更生都做不到，你现在整个人那个状态，你就不是一个能斗争的状态。而且爸爸妈妈给你安排的未来，他们一定深思熟虑过。你不要往人家身上安一个什么富家子弟，就好像他如何如何。那个给你安排的相亲的小伙子，他爸他妈在这个世界上挣到了属于他们的合法收入，不是那个小伙子的罪过。所以你不要说他就是一个富家子弟，我如果跟他相亲，我就是图他的富贵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呢？陪着他一块累不累？有一点吧。啊，陪着他一块烦不烦？有时候挺烦的。啊，所以嘛，你也不坚定。我绝对不相信你们两个能手拉手携手的去做烧烤。你瞧你们两个这打扮，对，看上去那么金童玉女，一聊呢一塌糊涂。所以你先去找自己的事业，找自己的生活，养得起自己，养得起对方。咱们生在烟火中，生在市井里，就不要做王子公主的梦。我觉得，他俩的爱情观在这个年纪，我没想到是这样的。首先，这个女生吧，你不会去想着用体力去挣到一些钱，因为你懒嘛，你就不想付出辛苦。我觉得，如果要是你俩继续在一起，都会不甘心的，男生也会不甘心，因为他上次已经放弃了一次自己的前途，无论对错，我希望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去一趟。女生呢，你就很想找一个养着你的人，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话，我不看好你们俩。也许你俩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。好，谢谢老师们。我们现在请两组情侣回到站门后啊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。来，请回。好，先看看这对中年情侣啊，来，请开门。就此别过啊，也好啊，各自照顾好孩子，寻找适合自己的幸福哈。那这对小情侣呢？来，请开门。不会出来的，也走了。男生已经想好了，也走了。对，挺好，都没出来。你刚刚有一句话说的很好，你说他们本来是烟火里的烟火，烟尘里的烟尘，但是他们一点都活得没有烟火气。对呀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导致的。两个烟火的家庭，让两个孩子活得一点烟火气都没有，飘飘欲仙。对呀，说这是好还是坏？其实无论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或者我们个人的成长也好，永远是基于现实，活在当下，才能拥有未来的幸福。希望大家共勉吧。谢谢老师们的精彩分享，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